手术善其事。口腔癌顾名思义就是发生在口腔里面任何一个部位的恶性肿瘤。那口腔的癌症跟其他部位的癌症一样，它也是会有分期，从第1期到第4期。当然在第1期之前也有所谓的原位癌，我们叫做第0期的癌症。那原位癌在定义上面并不是真正的癌症，它是属于癌前病变里面最严重的部分。那接下来原位癌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它进一步就会转变成真正的第1期的口腔癌。大部分的发生的原因都是跟烟酒槟榔息息相关，但是也有大概1成到2成的人是跟烟酒槟榔的习惯没有相关的。第一个我们叫做长期口腔里面有一个刺激性的破皮外伤的伤口，比如说我们口腔里面的这个假牙或者自己的牙齿有一个尖锐面或者是假牙不合，常常会咬到我们口腔的黏膜。那长期下来，这些外伤性的破皮溃疡最后转变成癌症。那第二个也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就叫做口腔里面长期存在的一个糜烂型的口腔扁平苔藓。通常在人口里面大概1%到3%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它表现就是在我们口腔黏膜上面会有一些白色的条纹。那如果是糜烂型的口腔扁平苔藓，它常常就会合并有一些糜烂性的一个溃疡破皮的伤口。差不多有1到3%的人最后会转变成口腔癌。第3个可能产生口腔癌症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跟我们的人类乳头状病毒的感染有关系。基本上它会发生在口腔里面，常常可能是跟我们的一些口腔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性行为有关系。那另外更少数的口腔的癌症的起源就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口腔黏膜，它可能来自于我们的颚骨的细胞就所谓的发生在我们颚骨的骨癌，或者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口腔唾液腺的癌症或者是来自于口腔里面的一些结缔组织的癌症我们叫做所谓的肉癌等等但是它发生的比例相对又更低了很多。如果确定患者这个癌症没有扩展到身体其他地方的远处器官，而且它的范围基本上是可以用开刀去给它移除干净，而不会造成太大的这个手术的风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我们治疗的一个选项首先第一个选择还是以手术治疗的效果是最好的。那放射线治疗它扮演的角色是配合手术完之后，有一些患者他的肿瘤的范围比较大另外在病理的报告里面合并了一些危险的因子的时候，可能就要合并放射治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电疗。那第3种治疗的方式叫做化学治疗，配合手术完如果我们在做放射线治疗的时候，同时有的时候会合并做一个化学治疗，来加强这个放射线治疗的效果。化学治疗的药物除了传统性的化学性治疗药物之外，慢慢加入了标靶治疗，加入了免疫性的一个药物的治疗我们发现到它的效果会比过去传统性的这个化学治疗的反应非常来得好。甚至有些患者没有办法开刀或者是远处转移的患者，透过这样的一个标靶性或者是这个免疫性的药物的治疗，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长期的控制。甚至有极少数的患者，甚至在身体上的一个肿瘤竟然呈现一个完全没有一个复发或存在的一个情况。通常我们0期或者第1期的患者，大概就是做一个局部肿瘤的一个切除那颈部的淋巴基本上是不会去动它，不会去做颈部淋巴的扩清术因为第1期颈部的淋巴通常是没有被扩散转移。
那到第二期的时候，因为它虽然淋巴并没有转移，可是因为它是第二期，肿瘤范围比较大，我们会担心会有一些，我们叫做潜移性、潜藏性的淋巴转移，也就是说，在术前的检查并没有看到明显的证据说有淋巴转移，可是实际上它有淋巴转移的潜在的几率是有的，所以这时候到第二期的患者，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个预防性的上颈部的淋巴扩清术。那到了第三期，肿瘤的范围又更大了，那可能同时合并有这个淋巴的转移，我们就会加上一个全颈部的淋巴扩清术，把我们跟肿瘤同侧少数的情况包括对侧颈部的淋巴组织，还有一些不重要的肌肉、神经、血管，统统给它去除掉这个是第三期。那到第四期，它的范围又更大了这时候肿瘤的切除范围会更大，可能包括整个脸颊的全程切除，可能包括颚骨的部分切除，可能包括舌头大部分的一个程度的切除当然也是要合并这个我们的颈部的淋巴的一个扩清的手术。那到了第四期的手术，因为范围比较大，必要时我们也会追加气管切开术，以保护术后患者呼吸道的一个维持以第一期的患者来讲，他的治愈率，我们叫做5年的存活率，大概是8成到9成。到第二期的话，大概是7成左右。到第三期的话，大概就是5成到6成。到第四期的话，大概就是低于4成以下。所以口腔癌基本上，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需要术后，当然一定烟酒槟榔要戒掉。第二个，一定是要长期的追踪。口腔癌的手术原则上大部分都是健保有给付的在手术的本身比较有需要智慧的部分，大概还是在于重建的那个部分。当我们切除口腔里面的黏膜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做缝合，我们就会用一层人工皮目前大概是第一个选项，用人工皮去做一个伤口的一个贴补当然如果不用人工皮的话，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自体的皮肤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患者都会选择人工皮。那人工皮目前健保是不给付的。那人工皮按照它的大小从小中大来讲，它可能它的费用从5000多块钱、1万多块钱，或者是超过1万多块钱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人工皮的部分那另外有一些特殊的止血材料、止血纱布那个可能也是需要用这个智慧的健保是不给付的。那另外比如说上颚骨的缺损，刚刚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活动性的假牙把那个缺损的部分的骨头补起来当然那个假牙的部分也是自费健保是没有给付的。我想这个主要还是发生在下颚骨周围的癌症经过手术可能会把一段的下颚骨去除掉。那重建的方式可以采用这个金属骨板、钛金属骨板。那钛金属骨板它是一个很好的重建材料，可是它通常是一个暂时性的重建材料，因为使用过久了之后，通常它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表面的皮肤越来越薄，导致骨板会暴露出来，或者是螺丝松掉，或者是骨板断掉。那这时候就必须考虑做永久的重建。那永久的重建目前最好的材料还是取自己的骨头。那这样的一个自体的骨头的重建，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到患者原来下颚骨的外观，可是在手术当中常常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去评估。所以现在我们会利用电脑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术前帮病人打模型，做电脑断层，这包括我们的下颚骨的电脑断层，用数位的方法，用3D 的一个重建，在术前就把我们所需要术中所使用的下颚骨金属骨板先给它弯好，那可以参考对侧，我们做一个 mirror 一个镜面的一个重建。那至于目前有没有3D 列印出来的
人工的下颚骨来做重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有很多的单位在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的应用目前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目前还没有正式临床上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可行性。所以 3D 的一个重建 3D 的一个重组，目前还是以自体的骨头或者是金属骨板作为材料只是利用这个 3D 电脑的模拟，事先在手术前决定我们手术要切除的范围，来减少手术的一个时间，那也让患者的一个术后的美观会做得更好。术后如果你戒掉烟酒槟榔习惯，的确可以减少术后产生癌症复发或第二原位癌的几率，但是是不是就100%豁免呢？很遗憾的是不会因为你过去抽烟、喝酒、吃槟榔，对我们口腔黏膜的基因的毒性的影响，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只是这些影响可能大部分的口腔黏膜还没有产生癌症的病变，可是它已经产生影响了。所以即使你戒掉这些东西，可是这些影响既然已经产生了，它未来还是有可能会转变成癌症。但是你如果不戒掉这些习惯的话，那这个发生的几率会高非常的多所以一定要戒除掉这些习惯。当然，是不是要切舌头，就看你癌症是不是发生在舌头上面嘛。所以不是说所有的口腔癌就都一定要去切除这个舌头。如果舌头保留一半以上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患者术后透过适当的复健治疗，其实他日常生活无论讲话或吞咽功能的影响，并不会非常的大大概基本上是可以恢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那即使切除超过一半以上，透过手术当中的舌头的重建，还有术后的复健，许多的患者也可以恢复到一个生活可以自理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要不要去拔牙呢，就看你的癌症长的位置。如果你是长在牙龈上面，那牙龈上面就是有牙齿，所以我们在切除牙龈的本身，基本上为了安全边界，可能牙龈下面的部分的颚骨、上下颚骨也要一并拿除掉一部分。那当然颚骨上面的牙齿当然也就必须要牺牲掉，或者有一些部分的颊黏膜的癌症因为离牙龈也比较接近，所以为了手术的安全边界着想，可能也会拿掉部分的牙齿。或者有些患者术后可能预期需要再做放射线治疗，那放射线治疗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嘴巴张不太开，或者是影响到一些旁边正常牙齿、骨头或黏膜的一个健康度。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会事先可能会针对放射线会经过的部位的牙齿，如果情况不好的或者是以后它的位置比较里面你很难清洁到的地方，我们会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拔牙。